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12点尊享我家那闺女2024 SVIP 额外抢先1周，观看下期正片。每周3加更版，每周1闺女和她的朋友们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去那家吧，感觉今天人不多。哦，这家吗？哦，是这家。像是在这个位置好像。随便点一点吧，宝，我都 OK 的。宝子点的我都喜欢吃。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了。跟你爸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打电话嘛，然后电话会打很长很长，就跑到那种就是电话亭里面打很久。那会不会觉得你觉得那个时候这种联络的很难，是反而大家会珍惜一些事情？那肯定都书信、写信写的很长了。爸爸都给你写什么信？我记得跟他认识的时候，正好外婆那时候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哦，你跟我说过，后来是法国的。对，不是法国，去日本去了。然后我就也没什么，就拒绝你爸。然后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所以真是容易被打中。关键是我外婆喜欢他，外婆觉得有儿子的感觉。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啊，自己肯定那个时候肯定是喜欢帅的呀。因为你爸比较单纯的他，你爸因为读书早，总是班上最小的，所以没资格恋爱。小很多比别人。那你觉得只谈了我爸一个的话，会有什么就是比如说遗憾什么？比如说他偶尔也会不能 get 到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每个人都独立的个性，永远没有什么自己到能够完全 get 到的。我觉得就是有独立的部分，也有大家这种能够达成共识的部分就 OK 了。你要让所有人都跟你所谓的那种非要跟你达成共识，我觉得是不对的。你不尊重别人，你自己也尊重自己。我要帮你录视频吗，宝宝？这么大碗面啊！想想吃得完吗？这个碗比你脸还大，可怜的孩子。吃慢点，太烫了，宝宝。吃慢点，宝宝。每天在现场吃饭时间很少，所以吃很快。不用喂我，快点。好。OK。吃饭了，别拍了。好，OK。你当时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你会什么想法？会恐惧吗？不恐惧啊，相反是勇敢，怎么会恐惧？知道吧？然后就觉得要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前所未有的勇敢。那你跟爸爸属于初恋嘛，就很相爱，所以我一直想法都是希望能遇到一个人，就是可以像你这个年纪，很难这个事情。你现在主要是拍片啊，没有，因为谈恋爱的话，还是其实我觉得需要点时间的。我没有担心你到时候因为这个行业活得好大都不结婚，然后我这辈子连当外婆的机会都没有。应该不至于吧，未来说不准。顺其自然的，我觉得啊。但是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也讲，一定要按照自己理想型去找。我跟我没有什么理想型，因为我是很慢热的人，我一般都是感受型，就是真的就是有一瞬间感受到了，但是工作性质呢又没办法让你去每个年龄每个阶段啊，就我现在肯定是工作第一。我觉得你第一次离开我，那时候我就想你想得不得了，就是有了小孩以后就特别牵挂，哪怕那个孩子不在你身边，然后你随时只要一空下来，就是那个满脑子就是那孩子。
想的心痛。然后就回家那时候只有电话嘛，有线电话，那时候很小，学猫叫喵，然后狗狗怎么叫啊，哇哇，然后就这样子听到你的声音。但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就是确实你要没有当过妈妈，你可能演不出来那个有些东西，你只能靠想象。当妈妈就是牵肠挂肚。你很小时候你也想妈妈，然后你不是第一次跟我分开跟我见面，我们在枫桥路那边，然后那个门是开是往外头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今天要见妈妈，然后一开就把你撞着了，然后你根本就不顾，把你咚一下撞着，哎呀，我心疼的不得了，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到那个楼门口，我一开门，然后嘣撞了很大一声音，然后你这样没发现那种扑到怀里面，你说宝宝你不疼吗？然后根本就不管，就把我紧紧的搂着抱着，很小，刚刚会走路不久，然后回来以后，我就抱着你开了窗外嘛，就是，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我们家那时候在16楼，你就看到那底下一个是妈妈旺旺，就是有旺旺，然后我就那个楼因为是有一梯好多户的，然后我们是大概在西南方向的。然后你下楼居然第一时间转到那个狗的方向，然后我说你这个小孩才这么小，我说为什么他的方向感这么强？方向感，然后就是走在前面嘛，然后就走，然后就走到那个狗的方向去。我觉得怎么他知道我们家那个狗在那个方向，我觉得好神啊！爸爸，你当时为什么想去徒步？就是你明明知道有危险，想尝试，想再过一些年，到这个年龄我真的胆子没那么大了。那个实际没有，只是锻炼一下，就感觉到试试看吧。第一天倒数第几名啊？那导游说你再走快点啊，不快的话一掉队，这个狼就来了。后面我就跟上了。但那是走了，我那个指甲盖掉了3个，狼从旁边走过，第2天那个痕迹看得出来。这个拍照就走的都没有兴趣拍照了，就是恨不得把相机都丢掉，身上所有的能够丢的东西都要丢。后来你就爬几分钟你就累得不得了，就休息一阵。但是在山顶的时候呢，一休息很冷，基本上穿了很多东西，不像这边，我看没穿多少东西，还是气候天气都很好。但是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跟爸爸妈妈，就跟我和妈妈说？这个有风险，我觉得。我觉得妈妈是不会让你去。他可能不同意嘛，因为他最吸引我的是什么？他说是最美的一条线路。我喜欢拍照嘛，但是真的去徒步了，还是感觉不一样，因为你那种是，我们那是重装嘛，重装你要背很多东西的。我之前其实走过1天13个小时的，就是连续1周的那种。当时我也有过那种时刻，就是那种太绝望了，就是因为当时太多天了，然后每天都是那样，然后结果说第2天还有更远的行程的时候，当时真的就是想放弃，但是放弃了就拿不到那个奖状。就是说一般来说，身体健康，只要持之以恒，有些事情就能成功。回过来想，就像有一本书，像在路上他写的是吧？只有当你从这种疲劳就过来之后回忆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是甜蜜的，是完美的。但你当时经历的时候是很折磨人的，是吧？是觉得是很累的。还有一些就是美好的事情，也只有成为过去的时候，它才是的价值才是无限的。你很容易得到，你不一定很珍惜了。我听顶顶说你最近压力很大，是不是因为那个网上一些负面评论啊？我原因都是我自己，就是我不会说因为别人评价怎么样，我压力其实也还好。实际呢，你有可能继承妈妈一些就是追求完美那种
那种，包括我在内也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但是没有事情是完美的，你想象的是比较完美的，你实际不可能这么完美。那你就纠结了嘛，就开始有压力了嘛。实际喜欢的人他总是有喜欢的理由，不喜欢他总是不喜欢。就像你再所谓的再完美，也没用。所以不要在意别人。爷爷一直说了，就是你要把自己事情做好就行了。你能够去这样，说明你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至少你有你热爱的东西，你有你的目标，去做就行了，是吧？至是别人怎么评价，那跟你有关系不大了。就像你说的，尽量去尝试，尽量去超越自己就可以了。反正我觉得作为演员，我是有很多就是很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存在感，因为人都是需要找到一些存在感，就是自我价值的。首先第一次可能被认可的瞬间，然后自己领悟到一些表演的时候，我会哭。就是当时我有一次，我突然是领悟到说表演是个什么意义，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嘛，因为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我所追求的一个希望的我能将来成为的，或者说向往的样子。就是对于演员这个概念来说，然后也有过，我演了一场戏，我觉得我突破了自我。还有，包括，因为演戏，然后遇到很好的角色，然后我自己非常的热爱那些角色，然后我觉得会很幸运，所以在每一次我觉得为角色就是纪念的那些日子，都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本身也很重要。这上次不是还回北京，算是领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一个对。我也觉得那次就是像有个小小的开始，会让我更加确定我选择的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点你们都可以放心，你们都可以放心。你能够自我反省和修复一些负面情绪啊，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任何能够做一点成功都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机遇也很重要，所以尽量去做，但是不用去后悔。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你做什么你自己做你喜欢的也可以。我刷到了一个国际孤独等级表。好家伙，一个人去吃火锅都算是5级。那我一个人吃饭，哎，这样，我们测一下，如果有就举手，好不好？有点文艺复兴哦，这个。一个人去逛超市，有的啊。我有过啊，有啊。一个人去逛超市应该有过。没事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对啊，肯定反正我肯定有，我有。一个人去快餐厅。有啊。那应该也有过，小时候呢肯定去了。我甚至更复杂的餐厅我也一个人去过呀。3级，一个人去咖啡厅。当然有啊，那更有过，咖啡厅还是挺能自己去的。我应该也有。我说那个朝宗街那边就是有很多这种小咖啡厅，对，环境很不错。明天带你去。但我不喝咖啡。我们可以喝果茶呀什么之类的。啊，咖啡厅还能喝果茶。对，还有牛奶什么的。哎，你不喝咖啡是因为苦。然后第四个，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去看电影，去电影院哦，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也有过。肯定有啊，有好电影你肯定要去好好看一下。我也有过，但我觉得很难过。是有什么难过的？你在欣赏电影艺术。不是，我没有人分享我的快乐。就是你分享了导演的创作啊，有道理，对不对？行，你出来再分享呗。对啊。第5个，一个人吃火锅5级。我也有过，然后我在对面摆了个娃娃。一个人吃火锅，等一下啊，那我可能真的没有。我一个人干的事，基本上都发生在我家里。不是，怎么样？20多岁以前啊，漂泊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他就没有这种火锅的东西让我一个人去啊。也是，行，一个人去 KTV。第6级。我没有。我也没有。哪有情况要一个人去 KTV 要干嘛呢？你们都是歌手，你们都是录音棚。失恋了，一个人唱 K 歌。那 KTV 里面的那个服务员要怎么看你啊？
他也不会怎么看你，因为这还蛮正常的。现在好多一个人去看海，这是第7级孤独了。一个人看海，我没有。一个人看海分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我刚好在海边儿，对啊，对不对？那我看见海了，哦，那这也有，我想去走走，对不对？那也挺正常的。我有，我那一个人特意去看海呢？那没有，没有，我也没有，太难了，没那个时间。一个人去游乐园，你都是从哪找这么些？一个人去游乐园干什么呀？没有哈，8级孤独，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到7级打止了，但是你有9级孤独，你一个人搬家。谁一个人搬家？谁也没一个人搬家过呀。你是不是自己弄的吧？都是有工作人员一起啊。他说的一个人搬家，是指你自己真的一个人在这儿搬家，全部不太可能。最后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10级。做脸行吗？做脸经常一个人做。那不是手术，所以你看，我们最多就是打到6、7级为止。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人什么做手术这个呢，其实你能衍生到就是一个人去看病这种话，这种其实是应该会有过吧？那有过。其实那种时候还不是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不算，那不是孤独。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那些不孤独啊，那不叫孤独。什么时候？那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最孤独？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刻？你问住我了，我能想象那种孤独，是内心的孤独，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找不到能懂你的人，他跟你自己一个人干什么啊，或者哪怕你不是一个人，你知道我说的这种，就是很多人围着你，你依然感到孤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孤独。就是有一些方面，比如说很多人围着你的时候，但可能此刻还是很 emo。那我懂那种感觉，就是人声鼎沸的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对吧？总结得很好，到位。不是，他歌老这么写呢。但就是这种时刻，其实就是对情绪你能够觉察到某种情绪的到来。所以我特别爱录熬夜的节目，因为反正一个人回家也很孤独。那还是别喽。真的。但那个其实，不能说那是孤独，它就是一种情绪，让你觉得你好像很孤独。对，而且你工作完之后，你回到家里面，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比如说会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才能睡觉。我是必须要放音乐，然后如果音乐停了的话，我以前也会定时关，停了我就会醒。停了，怎么停了？对，是。然后就是干脆就一直放着算了。我现在比如说我一定要刷一下短视频，或者我一定要看一些和我们工作无关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看一些，对，其实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要不然一直绷着。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像你刚刚讲，你说你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儿，可是我总感觉当我跟就是不是特别熟的朋友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或者说有外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社恐，你也可以说怎么样，就是有那么多人在一块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表演，但是多多少少你可能就要绷着，或者说我不能太松懈，或者说我也不能我得照顾对方的感受，所以我好不容易自己的那段时间，就是真的就是想我怎么舒服怎么来，那就是那一点点时间。爱人的快乐是就是那个独处的时间，对于每个人而言其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是爱情当中那个冲动在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很多思考、很多问题，你自己会权衡说，就是权衡利弊嘛。但是我们把爱情如果说的权衡利弊了，好像又显得不那么至高至上。但问题是，你不权衡利弊呢，怎么办？不是所有人都想权衡利弊，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你做的事情，你就是在权衡利弊。我举个例子啊，你今天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工作，
你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他可能是个演员，他可能是咱们这行业里的任何一个工种，他也喜欢你，就这么开心，你们俩就一拍即合的在一起了，然后才是最大的问题。你的工作跟他的工作再次重合的几率几乎是0，那就要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去迁就另外一方。那时间久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就开始衡量谁更爱谁呀。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好，有事的时候全搬上来聊，就是一地鸡毛。这是这个例子当中双方吵架嘛，他们都没有算到彼此得到了什么东西。异地恋不就是这样吗？就假设说2个都有工作，那真的不是我请假的吗？这次是不是该你了？对，该你了。就是你总会有问题是在这方面要争吵的，你避免不了。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但如果2方都是那种很在意自己的事业，那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一定少之又少。如果这个客观事实是一辈子的存在的话，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觉得其实不光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这种情况都会面临。我不是说我小的时候没有我爸的关于他的记忆嘛，因为他不是在部队嘛，那个时候他是在福建当兵。我的小名之所以叫福山，就是因为当时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福建当兵，我妈在山东，然后我父亲的观念当中，他就会认为说，哎，我的儿子出生了，然后我的家庭在山东，那我不能一直在福建，这样的话见的次数太少了。他从福建申请调动到了山东，我觉得就是关于感情、关于家庭、关于自己选择的问题。对，到现在有时候他可能茶余饭后会说，如果当时我不怎么样，那我可能会怎么样，就这种的。但是跳出我们这个行业，都一样，也一样。对。我其实很讨厌什么权衡利弊那些破玩意儿，走开！我觉得只要有一件事情就够了，就是我还有爱的能力，这是我最看重的。我不希望我变成一块石头，那就是完蛋了。你是很有这个能力。对，你闭嘴。你是能力者。你是能力者。他知道的太多了。你是能力者。该我八卦了。八卦你，我们要八卦你，快来八卦。交换，你说出来，我就把他的说出来。那你呢？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太能聊。因为你从不管是节目，你在演唱会上，包括我们聊天的所有过程当中，你每次一定会提到一见钟情。我也是一见钟情的呀，女生很在乎，很在乎一见钟情，就是一见钟情是最不权衡利弊的，对不对？我们叫生理喜欢。对，我跟你讲，人最可怕不是我选的，是我身体选的。对，最可怕的就是生理喜欢。但是你的生理会喜欢一个唯一的？不知道啊。我是这样的，不知道。我起码在同一时间是这样的。啊，那肯定的呀。对，是的。但是，而且生理性喜欢是最难摆脱的，就是你哪怕脑子里你知道这个人多么不合适，对，多么不 OK。多么，而且他跟你的理想型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那种的无奈感。对，而且你知道，这种生理性的喜欢给你带来的安全感是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比拟。为什么生理性喜欢会带来安全感呢？因为生理性喜欢，你除了生理之外，你其他完全不了解它。生理性喜欢跟生理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是这个是个名词。我知道，我知道。就通俗的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即使我的理性告诉我不想喜欢他，对，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这样的。你现在还有这样的生理性喜欢的人？啊，肯定会有。不知道。不知道。你会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是，把它关上我们就知道了。哎，主动的结果呢？他好烦，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巴巴在主动。去。咬他，巴主动。你不主动，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结果呢？那当然了，我尝试过不行，那就对呀，尝试过不行就再尝试呗，就换人了。哎，可以。你也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对啊，这一点非常好，就是你比我好点。你不光换人，你可以换事情，你可以把那份情感和那份主动的东西放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 OK 的。所以我爱工作呀。好好爱着呗。
烦死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得有一个自己热爱的事情了，不然活着就活一次，你还不活得热烈一点？是我的，也是我的座右铭，其实就是真挚热烈的生活过，存在过。你一直存在，没有那个过。突然到座右铭这个程度了吗？我想好了，墓志铭。我写过一首歌叫《墓志铭》，因为我想好了我的墓志铭是什么？是什么？我3句话：一生善良，一生坚持，一生一无所有。这是我的座右铭。对。那我3句半。你的呢？你刚刚说。你的 QQ 签名。真挚而热烈的存在过，活过。这个年龄在这聊墓志铭。对，现在就是也许80岁的时候又改了。你都不用80岁，你40岁就改了。对，你明年。不是，我觉得有墓志铭这个事情不是悲观，也不是说把什么事儿想得太早，而是目标清晰。就是其实人的墓志铭为什么要有墓志铭呢？就是你希望自己怎么活。那我就是希望我一生善良，一生坚持，然后我哪怕一无所有，我做到坚持跟善良就够了。他提前预设。对啊，预设，这不是还没过完吗？就有目标，有目标是好事儿。也行，那真是挺好的。我们那个时候15岁，那个年代就流行非主流啊。那我们还是经历了同一年代了。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我也非主流过的。那时候国外也那样。也非主流那时候。也那样，甚至还比国内晚，还没有国内先进。那时候非主流的发型是很落后。就是直板烫，然后直板就是刘海，然后插，然后那个挑染，你还记得吗？一定要挑几撮出来都是黄的那种。现在也流行挑染，还得挑。你肯定没有，我没染过，我没有，就是你没有非主流过。我非主流过，哎。你从哪非主流 ？QQ 空间。哦，那个齐刘海，然后很厚的齐刘海。妈呀，别提齐刘海了。还有。你也齐刘海？我姐姐被弄过一个齐刘海。那个齐刘海，笑死！姐姐她那个齐刘海，像被封印了一样。我跟你讲，我到现在2只眼睛度数都差很多，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就是你的那个头发一定得是就是这种遮半边脸，然后这边就看不见，但看不见它的视力会变差啊，因为你老不用，然后那个头永远就是这种偏着的，你知道吗？对，就感觉你拍照永远都是这种偏，然后头就永远都遮半边脸，遮得越多越好。对，永远看不见。遮半边脸，然后偷偷的从你那个头发缝隙去看喜欢的人。然后走路的时候，哎呦，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可考的照片吗？应该有吧。3、2、1，贴头。因为我们就是国外的学校是有那个毕业墙的，就是一走廊上面。对，就是那个包括那个毕业册，然后大家一定会拍那个，所以都是在墙上挂着，墙上。优秀校友，等你好起来，哪天。哎，长沙的吃的还真的是。对，随时。长沙的吃的24小时都有。那晚上睡不着的，早上醒了，不是，然后把我嗓子再吃回去，直接去吃。你得要锻炼，你得现在是长沙人，对你得先学长沙话怎么打招呼。你有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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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该喽。你就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你有该喽，你相信我，这8年来我一直这样。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句话。你先学会了，然后你出去。就是你一定要去街头跟那些老口子们去聊天，上来之前打招呼。你俩是真朋友吧？是，先学会这句。什么意思？你告诉我。就是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这么一个基础句式。
我听起来像你有病吗？你有药吗？就是这个意思。有点这个语言小天分在啊，有点。我是从你俩的表情上觉得有点不对，你啥？配合？你这个时候你把我咔咔不给我卖了你。明天上街头找一个面善的人试一下。面善，划重点，面善的人。找面善的人试一下。去你们那个落地窗那儿坐着，吃点零食，继续。哎呀，这个灯光好像有点暗了，做好准备啊，我先。哇哦，还是开灯吧。终于进行到了吃零食的这一趴，我好期待哦。对于我家这闺女这个节目，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就是欣姐泡脚桶。欣姐带动了全网泡脚的这样的一个风尚，而且欣姐她泡脚泡得很专业，她是泡到小腿根部，我印象非常深刻。你必须得买深的泡脚桶。这我还真不知道，哪有这么高的泡脚桶啊？那你得买那个沐浴桶吧？不是，它就是有专门高的，我就专门买了个高的，能够泡到这儿，就有几个很重要的穴位，正好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温度又不可以过热，就是尽量在40到50度之间。然后呢，泡到20分钟左右。烫脚吗？不行，特别是有那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一些特殊人群，就是你绝对不可以烫，一定是40到50度之间。然后呢，在20分钟左右，身体微微发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比如说从舞台下来之后，你的大脑神经会很亢奋，有2个方式就可以让你的气血回流下来，一个就是泡脚，就能帮你睡个好觉，还有一个就是站桩。哎，你说睡不好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已读不回啊？那你如果陷入已读不回这样的一个思维困境之后，那你真的睡不好嘞。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你要特别想这个人，特别想这个人，放不下，然后他又不理你了，你就一定要睡觉，因为你睡着了，你就能在梦里见到他。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文文，你不哭了？你想一想，我教给他的。于文文，你不酷了。于文文，你不哭了。你要酷干什么？要快乐。就是啊，要酷干什么？要快乐。做这样的梦，你真的快乐吗？这个梦怎么被你说的这么不正经？我没有哎，把问题引到我身上。我30岁之前有年龄焦虑，参加完姐姐年龄焦虑没有了，是吗？开始有身材焦虑。然后在这吃零食哦。对，那不一样的焦虑是同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状态。面对它就好了。我承认我焦虑但我觉得我比以前好多了。我觉得我是参加完姐姐以后，整个人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为什么？好神奇哈！为什么呢？我觉得综艺会逼着你去做一些你平时不会触碰的东西，比如说我跟 Jessica 很熟，我们2个就会聊。还没去综艺的时候，我们2个就聊，他就说30多个女的，我都不敢想。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我说他也想尝试去逼迫一下自己，反而能给人带来一种未知的那种挑战，或者说就像一个全新的人生一样。对，我就觉得过完姐姐就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过完姐姐就感觉我无所不能。对，是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姐姐都来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哎，对，我是觉得真的是参加姐姐让我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什么呢？就是哪些时刻？就是我会意识到，我是值得被重视的，我是值得被看见的。
我能理解，有一种重活一次的感觉。有一些姐姐会问，哎，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啊？就是在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会说，这一定是一个，在这个人生阶段，除了这里，你绝对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感受到的人生体验。对，无可替代了哈。对，它除了能够留下舞台的记忆，然后留下真人秀节目的一个录制的经历之外，那个人生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我每一次就是离开那个住宿的地方，回家都睡不着，特别舍不得。就是有点像那种战友间的那种情谊，就姐姐之间一起住过，一起哭过笑过，经历过，就觉得我好想再重来一次哦。你还想重来？我说他，我不能再来一次了。就是我觉得它太复杂了，就跟着了魔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他那个时候对节目的投入程度，就是我太需要赢了，结果我一场也没赢，因为当时我是又有队长的身份在，然后我太背负的那个责任感，就我太希望我们能赢一次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就得每天就在这想我的舞台要怎么样，然后又有特别多的嘈杂声来自那么多人的说法，然后那个时候节目已经在播了，然后还有一开始被人不理解、被人骂，还有等等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同一时间你要去，我相信你肯定也都经历过，就这些你要去消化 deal， 就是你的脑子在想我要怎么去对付这件事，我要怎么去解决那件事情。就真的是有点应付不过来。我可能稍微简单点，我想就是，我要怎么对得起站在这个舞台上绝无仅有的机会，因为我每次都不知道自己能留到什么时候。哦，那咱俩的情况不太一样。当时我就是想说，哎呀，我的可怜的队友们跟了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没了，感觉我就没弄好过一次。我不太想再去那个节目。很奇怪，为什么当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综艺？特别奇怪，就感觉没人在拍。当时录着就觉得就忘了在录了，特别在宿舍里面。是的，录着就忘了，就感觉自己就住在随便的一个酒店之类的，就忘了那个全摄像头了。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拥有特殊的人生体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最好？你觉得现阶段最想体验的是什么？说实话，现阶段想体验的确实可以工作里解决，确实是大部分都是，或者是借由工作而衍生出去的机会。对，除了那个已读不回的，这个体验啊，工作解决不了一点。放弃工作可能能解决。写歌可以，绝对不能放弃。我们把它封印在歌里，也不能让它封印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歌啊。对呀，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热爱音乐了吗？我在做琥珀，这个形容特别好。对，这个形容特别好。我在做纪念品。就是为什么有人喜欢买琥珀？因为你把某一个动物、某一个生命的那一瞬间永远定格了在那个琥珀里面。对。也可能是它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定格在里面。有可能，就是一个琥珀有一个东西在里面。长颈鹿。一个长颈鹿在一个琥珀里面。不应该是一个昆虫之类的吗？松油啊，蜡油啊滴下来之后，然后一个长颈鹿一直没有动，它就封在里面了。那得多大一滴松油？不吃那个长颈鹿得有多反应得有多慢，才会被封在里面。我们写歌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了，歌还在呢。对，他会替我们活下去。那一段思绪，他咋了？他封印了。挠新沙发。他在抓。把那一段思绪，那一刻封印在了这首歌里。对，音乐是最好的朋友，它是情绪最好的出口。
某个阶段、某个情绪、某个情感的日记。然后它可以安慰灵魂相似的人，吸引灵魂相似。你吗？害羞了，不要老再扒了，你再扒我就该扒你了。扒我，扒不了一点。没关系，今天晚上漫漫长夜那个小屋啊，扒不了一点。往屋里一关，不忙了，不忙了，就是哇，大哭。真的应该这时候来点音乐。你放吧，那张紫色唱片，他最喜欢的吉他手的。啊，怎么是这个歌？换一张吧。哇哦，好老哦！这歌我喜欢，是经典哦，是我喜欢的年代的歌曲。我也喜欢，那就听完了。可以。桌子要给你收拾了吗？哦，对对对，明天我们可以来。结束咱们再收。可以 enjoy this time。这咋能 emo 啊？今天可开心了。我有时候就坐在这儿发呆，把音乐开到这么大。对，享受倒是很享受，但是有点孤独。有他不孤独。哇，这时候如果能再有一首钢琴曲，弹一首什么《蓝色生死恋》啊。哎，别。巴赫。巴赫。巴赫。这是巴赫。是不是那首很经典的那个？对不起。咱仨是不是应该拍个自拍，带上猫留个纪念呀？啊？我跟何大宝认识啊，不能说认识，见其实很早就见过面，应该说慢慢算朋友，应该12年。哇，你怎么开始算的？那我不记得，我算了个大概，因为应该算是12年左右嘛，对吧？虽然你是05届的，我也是05届去比赛主持人出来的，但其实我们相当于5、6年后才成为朋友是吧？对，就是有来有往，差不多。你们多少年？我跟顶顶吗？更早。我没有，我们是18年。18年是因为我在做一个舞台剧，然后作为舞台剧那当时我在做音乐总监啊，然后找歌手唱歌，忽然就觉得我要找何姐来唱，然后就联系她，对呀，然后我们就认识了，但是没见过面。没见过面。对，她在外地录的。那后来什么时候见面的？这一次。真的假的？真的。我以为你们贼熟呢。没有。他去年瘦下来的，瘦了30多斤吧。差不多。我看着他瘦的。那你是怎么瘦下来的？你不是那种迅速的瘦的，他是循序渐进的瘦。一点点，差不多。你是不是没胖过？我胖过呀，125，前段时间。你多高先？1.65米。 1.65米，120多，那是有点胖。
那你是咋了？前段时间胖是过年吗？不是，我是不注意一点点追上去的，结果到了120，我自己看镜头。那不行，那个胖。对，我看镜头，我说这个人是谁啊？身边人不提醒你吗？也提醒我了，但是我也不想。我说很好看啊。后来我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很高嘛，我就随便问，人家不是很肌肉很强壮嘛，我就问说，哎，你有多重啊，教练？他说我1.130米。人家1.85米，我才1.65米，人家说130，我以为听错了。我说啊，你才跟我差了5斤吗？他说撒老师，你都是脂肪，我都是肌肉。我一听，我就疯了。他说你这个确实需要减一减。我减肥之前是120，但是120其实你那个时候也不会说是胖，可能他看习惯了。我160斤的时候他都看过，有点膨胀，反正。160，他健步如飞，我跟你讲。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他体质是真好。对，我也觉得你在舞台上这回就是你那个首秀是初舞台，把我给震撼到，我的天呐！你在上面哇！对，我不是那种歌，我不是那种歌，你是那种然后还这样我一看，哇，太辣了。对啊，但我没有按辣的跳，你还要敢按辣的跳？你已经很辣了，你要再敢按辣的跳，有人会昏厥过去。我跳他们那个贼简单，所以我要选这种他们仨都跳起来咬人那种，绝不跳。你们真的怎么把我的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呢？来，给你重温一下。不是传奇。这很简单，这不多简单呀，亲爱的。简单的，这真的算简单。你们来给我跳一个，不要站着说话，不要疼啊。我扭过呀。你看这个，我怎么都你这个是印度舞，姐姐。就是这个呀。柳岩，你不要动你的上身，不要晃动你整个身子，你只能动你的胯，你不要动你的脚，要动胯。我知道，那就跟我们扭这个是一样的。对。你只能有一点点。我怎么觉得你穿睡衣跳别有一番风味？我在化妆间看你带了很多各种各样小卡子，每天都还换着不一样的号。这是他的，好戴，这个好看，但我不适合。我也觉得我不适合，但一戴还挺好看。这个戴的很好看，最显得人气色好。你戴个这个看，腰紧。不行，我不能戴，我不能。没有，你戴真的好看。你们这些人都不相信，烦死你了！还非得看我。他还要到厕所去戴，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不是，我给你换那个绿的，真的好看。但我也觉得你们永远不懂这种。这个怪啊！这个高颅顶真的，你看是不是很好看？哎，你戴这个你可以这样，婷婷你来我家。他们说那个什么撩人，就古代撩人戏曲，就那2个铃子这样雕，好看的，好看，真的好看。这个真的我想笑死。这哎呀，你们真的美是多元的。这个有点太多元。这个，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身边的这些女孩子啊，只要她能自洽，根本就不需要一个依靠，自己就是自己依靠。因为我老公不住北京嘛，老公孩子，所以就是其实有时候不会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在学会自己生活。哦，对，他之前全都是家里人陪着。我是一个人住了很多年，你是一个人住很多年吗？我是一直跟我父母住在一起。你从出道到现在都是跟父母？对，你怎么谈恋爱啊？我是你男朋友，跟你谈个恋爱，每天还见你父母？不是，谁要让他到我家来啊？
也对哈。没要见我是不是可以在外面见呀？不一定非要领到家里来嘛。不是，我只是说我见你，你跟爸妈住一起，我总是会碰到，是这样。就我为什么一直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如果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我就完全对不起我父母。他们也希望你在身边，对不对？前提是，对他们喜欢陪着我。我有时候问过我父母，我说我爸妈，我是不是把你们绑架了？就是硬绑架到北京来了，你们那些朋友什么的，你们也没办法一起玩什么的。他们的意愿就是说，那我们就你一个孩子，我们还是愿意跟你在身边，待在身边。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吧，那就一起吧。然后我有时候还会带我爸或者带我妈一起，我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跟我一起去，然后看我演出什么的。那感觉挺好。对，然后在现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啊，我女儿真好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时刻还是挺开心的。但是你没有困扰，对不对？其实你 OK， 我没有，你没有任何，那就 OK。哦，我没有困扰，他没有困扰就 OK。对，就真的是因为独生子女的问题，我觉得。哦，有可能，因为我也有哥哥，你有弟弟，都不一样，跟父母关系是。我妈正看着呢。你妈挺好的呀。我妈挺好，就我的朋友都会吃过我妈妈做饭。然后我妈妈是一个那种比较热情的人，所以就比较可爱。我妈比较可爱啊，我妈一看到你们就会抓着你们的手，夸夸模式开始。就是在我的时间世界里，我已经体验的很多了，因为我想的很多，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很丰富，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希望中一天天这样度过，我都很满意。我觉得我的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给了我很多很多，我自己也对这个世界也爱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了。所以我为什么非要强求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说自然而然吧，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一直这样还是最近几年这样？我差不多一直都是这样。我曾经有7、8年都是一个人，就是纯粹的一个人在做音乐，在巡演什么都是这样。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认为我有任何的缺失。我有啊，但是现在这几年好了，我就有那种焦虑的时候，那几年我跟他聊过。现在就没有，完全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和他爸完全在这个环节没有任何看法，没有，就是因为你之前那个状态和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发现你现在过得更自如，所以就是说自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自己在这个这个空间里面，你能够自己自得其乐，够了，自己能满足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富足。对，不依靠任何，不渴望任何，也不期盼任何。她是我唯一一个能约得出来聊天的已婚妇女。因为很多人他要顾家庭孩子，他自己艺人的工作本身又很忙，所以其实很难约的。我有些就是玩得好的那种年轻的女孩子演员啊，也能玩，但人家就更愿意跟他们同龄的玩，所以就不好意思。你可以约我啊，下一次啊。我也是，我现在也是就这么生活，你就填得满一点。对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外地，我不跟我老公孩子在一起的话，刚开始是会有分离焦虑症，然后现在我会明白了，就是他们也有他们忙的事情，然后我老公也有他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也得找一个我自己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不会的，现在我学会了。对啊，但是当我学会了之后，我发现说，哦，原来这片天地这么有意思。就是我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事情排满。对，然后就尽可能的，我现在就是有时间，就像他说的，我有时间我就出来陪朋友，今天陪这个，明天陪那个，然后就是陪一帮朋友，然后发现说哇，好多朋友都会在就是当初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的时候，朋友们其实都还在。对。所有女生，所有男生们，你们的电子闺蜜来喽！每周2中午12点，会员尊享正片上线 ，SVIP 抢先1周解锁下期正片内容。每周1中午12点，超前营业，闺女和她的朋友们。每周3中午12点，会员加更。每周4中午12点，闺女生活彩蛋放送，让我们一起好好爱自己吧！